嘿，欢迎来到每日更新的丰盛奥文哦。这是今天的三张牌，我们今天继续来为你追踪捕捉恋人的讯号。好，让我排一下位置哈。那今天的题目是新恋人已经抵达，新恋人已经抵达。好，我知道这个题目很多人很喜欢，那我们再来继续捕捉它更多、更丰富的故事线的发展跟结构吧。讯息的结构。好，等一下牌子拿近看的时候，如果你需要看久一点，记得按下暂停哦。好，来，第一张牌是圣杯十。圣杯十，这三组都是不同的塔罗牌哈。来，第二，也是圣杯十哈。好，第三是圣杯九。好，那这就是今天的三种不同的塔罗牌哈，三个都是不同风格的哈，然后我只是特别把彩虹的部分拿出来哈。好，那我想你们都很会选，然后只要你的目光很难离开其中的某一张，那表示你们的共振最强，那就选它吧。那选好了，我们就开始喽。好，那我们就从选择第一组塔罗牌的朋友开始。第一组塔罗牌是这个叫什么？沙线塔罗哈，沙线塔罗来哈。好，我们一样先抽5张牌来看一下基底的能量。来看一下基底的能量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有没有分支线可以讨论哈。好，先这样哈，来5张。第一哈，2、3、4、5，好，一样哈，我们的实体浮水印，好，烟压这个来，我来看一下哈，今天的整个状况哈。以战车牌做出发的话哈，今天的题目已经到达，已经抵达这个题目哈。我第一个讯息是告诉我说，你可能会遇到一个心碎的人。我觉得很浪漫，听起来很浪漫，可是听起来又令人有点不安哈。不过我感觉到这一件事情如果是真的啦，那似乎也到了尾声，因为这个能量非常弱它比较像是一个经历它比较像是他的人生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经历，已经使他有某一个程度的杰出的成长。因为是战车牌啦他这个成长一定是超乎他原本的期待的啦。那似乎以战车牌的水能量来说，它确实是情感上面的一个重新的改变跟修正。我觉得修正这个部分比较多，然后他并没有因为某些过往的事情而气馁，他其实还是很向往他所想要的那一个方向的爱情啦。这边看到确实有这样子的讯息那还可以，还可以哈。从这个出发，我是觉得还可以。我在思考它的一个方向性跟你的连接性这样。我没有觉得这张战车牌的距离是离你很远的，因为有的时候情感抵达是抵达到你的环境你的生活圈或你的工作圈，就是你可能会看到它的范围里，但不一定会近到已经出现在你眼前了这样。那今天这组我觉得确实是蛮近的我觉得他已经出现在你的附近了耶，可是确实还不认识，还不认识。他有跟你在空间上、生活上有所重叠。因为我看到两个比例高低差不多的两个人你跟他，所以我觉得以视觉透视的角度来说，这就是一个在同一个场域里啦。如果大大小小的，我就觉得它是可能有距离上有一个距离那我觉得还蛮近的，在附近。可是我没有觉得你们有
认识到哦，因为那个陌生的情境很重啦，陌生的情境很重。但我这边也有感觉到是有看过彼此，可是没有留下印象的状况。好，因为转个妆就阴阴暗暗的，没有什么。我觉得你们看到彼此过了，但没有留下印象。这个我觉得这个讯息比较强，因为整个讯息里面的影子很多哈，表示没有把脸罩起来，表示印象记忆上面都，我觉得没有呈现出来哈，没有出现，没有出现哈。好，那没关系，我再帮你看一下这张牌的扩张内容，看你有什么哈。好，2张哈。权杖8啊，好，权杖4哈，这权杖8哈，好，好哈。权杖8跟权杖4其实这两个应该要像是同一条通路上的路径上的两个关卡了，两个关。不过因为出现的顺序不一样，我觉得这里有说哈，其实它从很远的位置，从另外一个空间来到你这里的速度很快，可是到你这个附近的时候，因为磁场已经很相近了，也就是说你们两个其实已经有很多可以认识彼此的机会了。好，因为场域，你们两个相遇的那个场所，我觉得我要修正一下，我不能说相遇的场所，应该是说，如果他带着一个空间，你带着一个空间，目前你们两个所在的空间是重叠的，它这个空间的定义比较像是说生活规律里的一个范围，你可以把它想象说，你生活1到日吧，有一个固定的生活范围，好。那它才刚一路跟你差不多重叠的范围，但不是一个完全重叠的圈圈啦，就是差不多有一些面积是重叠到的。那我现在还不确定是你们生活中会遇到，还是工作中会遇到了。可是这个重叠里面有包含了工作跟生活了，所以它有一种穿梭型，就是你们是会看到彼此的，而且好像也看过彼此这样。只是那个联动没有。那这个场域其实是被营造着、被祝福的，是有机会产生恋情的，是有往那个方向走的哈。这个重叠的场域里，这样，如果我一直觉得你们其实已经看到彼此看，却一直没有印象或什么，我觉得就是差一些事件跟关联。表示现在你们两个的情况，除了空间上有关联，其他的东西是没有关联上的。其他东西是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了哈，没有直接的联系。那这个就是等一下再看一下就知道了哈，等一下再看看哈。给下面一些空间哈。好，我这个我今天翻多一点补充牌在下面哈，来，好，又一次，又一次，那，我只能说了哈，我这边得到讯息就是这样，他来到跟你重叠的空间，对他来说是因为他要跟之前的人生做一个完全不同的切割，然后是一个崭新的旅程，而来到了你这一区。
他并不是为了向往在这边找到爱情或是什么啦这些，我觉得他更多的是要逃离他原本的生活，或是他需要有一个更进化、更进一步的改变来到你这一区。那这个来到的能量很好，而且一来到这里的时候，你们两个重叠的能量就有权杖式的祝福能量。他这里讲的是说，你们两个应该会有很多事件跟很多状况能让你们两个相遇，而且都是好的。也就是说，你们之间应该是有关联，有东西是有连接你们两个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这一些事件还没有同时把你们两个叫到同一个时间点上就是了啦。哦，他这边有一种共享事件的感觉，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你们好像还没有同时出现在同一个时间里。但都很近了。哈。我来讲这个事件呢，可能是叫什么了哈？可能你们那一个社区或者你们那个城市有活动，有什么假日的什么园游会啊，或者是有什么烟火节啊哈，或是这类型的，就是你们在那个场域的区域，所以这个区域还蛮大的哦。然后但你们可能在不同的时间去，所以没有遇到。或是有人有去，有人没去这样。那他这边哈，我一直有一个直觉，你们似乎我一直说你们有个连结嘛，我一直觉得你们有共同的朋友然后我得到的讯息是，那个共同的朋友不是就一个了，可能一两个吧，反正有一个事件本来可以让你们两个同时出现的，可是好像只邀请了其中一个，另外一个没有邀请这样。有类似这样子的状况啦，所以我一直觉得好像有很多可以遇到的机会都没有成功，因为整个能量上都很顺啊，尤其权杖牌这么多，其实应该是已经见到了，可是连结性没有出来，哈。难得有一些的水能量在战车牌那边，可是战车牌的水能量是用到了恢复，它的恢复，它的时间上的恢复，没有用到了去寻找爱情这个点了。好，我们第一张牌可以看到，就反正他已经来到了你的这个空间了哈，而且即使真的有高几率可以让你们两个认识，可是到现在就是都没有这个讯息，我也不知道，我等到后面翻才知道。有时候真的要翻到很后面才会知道哦哈，要再往下听才会看到，因为连我也很好奇为什么没有了哈。6哈，你看吧，宝剑6它其实。不是宝剑6，金币6，它其实也在讲我刚刚认定的一件事。我刚刚是不是说你们？我一直觉得你们中间应该有一个共同朋友，或是有连结的东西。然后金币6告诉我说，你们两个相遇的机会确实是需要别人创造，有第三者创造。那你们其他的能量，或是这里的能量，已经告诉我说，把你们两个拉近到同一个空间、同一个区域，已经是蛮大的移动了，蛮大的一个事件了。哦。好哈，这边真的有比较确定是需要有另外一个能量的帮助哈。好，我来再翻一下这个的补充牌哈。我用的牌很多哈，如果你想知道这些牌是。你有兴趣知道这是什么牌子，我会都写在下面的内容哈。你有兴趣，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哈。好，看一下，这样好了。看一下，命运之轮哈，你看，它确实是需要等待有另外一个事件的发生是一个，然后等待另外一个人，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人去创造某个那个事件的发生，才会指引你们两个到来，然后才会有机会认识。确实是需要在某一个对的时间点，可是命运之轮出来了，他表示说他要发生了，而且有发生过啦，有发生过了哈，这不是一个未来式的，这是一个已经有发生的事吧？我觉得就是有点阴错阳差啦。你们应该本来就已经有见面的机会，但
目前看起来没有出现哈。啊，我一直在搓牌，怕弄出噪音哈。好，放着哈。星星啊，那个是钱币4折1，钱币1。那我觉得目前看起来好像变成一个比较遥望的事情了哈。我觉得确实是有擦身而过过，有擦身而过过这一件事情，好像你们最近的，就是能够最靠近的一次见面的机会，近期的好像有错过了哦。那这件事情已经被丢到比较遥望的地方了，它有一个重新建立的讯息哈，好像要再重新从别的故事线搭起一个新的事件之后，才有可能再同时把你们两个邀约在某一件事情上面。那这个确实是需要另外某一个人，你们的共同朋友创造出来，但我这边不排斥他可能会，你们两个会因为某一个工作需要的需求不同，而让你们组在一起，也有这个讯息。因为我看到了有2个相异的不同的能量，因为某种连结而凑合，组织在一起。但这一个连结并没有完全是说是恋情的或是什么的，它很有别的可能。而土能量有比较多的讯息，所以我大概讲，有可能是在工作上面的结合这样。那从这一点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可能跟你的工作范围蛮近的，内容蛮相近的哈。因为他这个，如果是我们直接用工作角度来看我刚看到的能量的话，我觉得他那一个内容的性质不太差异不大。好，不过我还是要说，我没有觉得这个走向是完全在工作上，因为我觉得工作的能量不够多，不够多。我觉得它更多的是在一种情人情的情上面所建立起来的一个连结。那好，那可能要再等下一次见面的机会才。我觉得有一次最近的机会，2个没有出现了，有人没出现而不是出现了，然后在很接近的时候错过，没有。我刚前面说的很接近是，这个中间牵引你们2个靠近的能量。应该说有把你们2个拉到最近的一次，但是可能有一方没有去所以就没有遇到这样好，不过特别后面看起来，后面还有再遇到的可能性都还蛮高的啦，因为这个后面整个空间是没有断掉的，而且也没有偏离2个人的距离是也没有加大你看有这个的话。他这里我只能说，他恰恰证明了前面说的，就是他确实是有一个很容易错过的状况。刚前面就只有说，就是一个很容易错过的状况。我刚前面就有讲过，说你们好像已经看过彼此了，但没有遇见到，这已经是1次了。然后第2次可能有个事情，有人有去，有人没去，然后又错过。他这边有说，你们本来啦，在看到彼此的时候，瞬间要产生热情感觉，有一触即发的感觉的能量本来就低，因为它不是火能量塑造，它是风能量塑造的。所以如果在你们再下一次遇到的时候，没有很深刻的交流互动，没有留下即刻重的印象的话，又会再错过一次，或是留不住，或是还要再等再更久一点。那能量能不能持续下去，不知道。不过因为是恋人牌出现，它其实还有一个面向是，即使又快又急，可是印象会种下了，印象会非常深刻，只是时间会很短，但是需要后面的延续性，那他这边放在这里的时候，他说接下来的再相遇的能量也会是又急又快，要好好把握那虽然我们不知道是谁啦，可是他比较像是跟你说你要。如果你有感觉到自己好像对谁特别有好感的话，请你着重一下这个感觉因为这个人可能就在你眼前这样子
好，他只是在这边做了一个体系，因为确实是用猎人牌的话，我就觉得他稳不下来，哦，他讯息稳不下来。好，女祭司牌在这啊，女祭司牌出现的话，我就会觉得能量比我想象中的再更少。什么能量？两个连结性的能量哈。我觉得这一题给了一点点的刁难哦，给了一点刁难，就是你们很像是那种船上的渡轮或船上的小船啦，要很靠近的时候，手真的要伸出去把彼此的船拉近，才能够稳住在彼此身边这样子。所以这一题非常在乎第一次见面的直觉的确定性高不高，确定性高不高。那以今天我们这个题目来说，它确实是会变成恋人啦。可是以今天这组牌来说，它似乎在讲一件事是，你们后面可能真的认识到、真的有感觉的那一次，可能前面已经错过好几次了，已经错过好几次了。因为你们都有一种急速从彼此身边划过的能量，也就是说，常常没办法定在同一个位置，好好的聊天，好好的认识对方。所以他这组确实很需要考验的是，你有没有很快确定眼前这个人你是很喜欢的，然后做一些蛮多的动作去留住对方，去持续还可以联络到对方，或是有一个新的下一个邀约这样子。他这边有说，反正他就是一个很滑嫩的关系啦，很容易错过啦，很容易不小心就要再等下一次，很容易不小心就要再等下一次。这题蛮难的，因为它这个能量，我坦白说很弱，什么东西很弱？牵引勾住彼此的能量很弱，但是有一个能量又很强，就是你们重叠的能量让你们两个吸引住常常把你们两个吸到附近的能量又很强。的确，就像我刚刚讲，可能就像是湖上的两艘小船吧，要拉到彼此身边，真的要非常靠近的时候，伸手去把彼此勾住，才有办法哈。那我们讲白话一点，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发生？就是你们下一次如果遇到，可是你并不知道是对方嘛，可是心里已经有产生一种喜欢的感觉的时候，要多表示一点，要多表达一点自己内心对这个人的感觉哦，因为他这一题有种的错过是错过在很多小小的不确定上，然后会阻止自己表达更多对对方的感觉，淡掉，瞬间淡掉，瞬间误会成是没什么感觉，对方觉得没什么感觉，然后你也觉得对方没什么感觉，然后他也觉得你没什么感觉，这样，然后就没有一个延续性。所以他这边有一点点在提醒说，因为他这一个相遇的恋爱能量是用爱人牌的话，我觉得要你，然后可是它下面是女祭司牌哦，他在提醒你哦，你要蛮敏感的，确定自己心里有没有感受到前面这一个人，你眼前这一个人让你心动。如果有，或是有一些感觉，就要表达更多，表达的清楚，让对方知道你的心意，这样子那个勾住的能量才会比较强。它这个比较像是这里的一线生机了，一线生机，因为这个两个人的关系太滑溜了，滑来滑去哦。不过这一题又特别有趣，特别好笑是，即使一次一次的滑溜，你们还是会一次一次的再遇见，感觉变成个游戏，就看你哪一天勾住，就哪一天亲近这样。这我搞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子就讲的，我自己讲的，我也觉得哇，这么刁钻哦，哦，看一下这里，6了，10、7，
我先说3张牌给的一个瞬间叫做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不知道，他的意思是说没有很确定你们两个比较接近的时候相处的情况如何，没有说，但他只有讲一个比较抽象的，整个笼罩着你们两个的气氛，还是属于一种被祝福的，已经好几次都被祝福了啦。所以我这边先做一个小结，我这边得到一个新的小结论。我跟你说，他这里大概在说什么？他在说，你们两个人的能量重叠在一起，已经是一个深受祝福的状况了。那你在这个小空间里面，你们会有非常多的机会，无论是自己创造或是别人创造的，你们会有非常多的机会相遇，然后会有互动。但每一次都有机会成为恋人，每一次都有机会把话讲开而进入交往状态，每一次都有，但每一次都很容易错过。那他这个错过的点有很多，第一，可能当下的话不投机；第二，可能有别人打扰；第三，可能相遇的时间很短，他这个相遇还有可能是在路边相遇，讲几句话就没有的这种哦，所以很难找到时机去确定和表达自己的感觉，跟确定对方的感觉。他就是这么急速，他就是这么会划过，所以他很有可能走向一次见面的累积之后，加深了对对方的印象深刻，然后会在你们独自悠游在这一个重叠空间里的时候遇到时，创造了两个人独立的空间。那个时候似乎就能有比较多的对谈跟交流，然后沉静下来。他这边牌只讲到这里，然后他后面就写说，但后面会怎么样不知道。然后，但等到了那一刻出现的时候，那要往彼岸的那艘船就来了。也就是说，你们两个会开始进入新的关系，只是要等到那一个你们两个感受到是两个人的空间，可以好好讲话、表达心情的时机，不容易出现。就这样，他讲不容易出现。然后，最让我觉得最吊诡、最奇妙的是，即使这故事线是这样子发展的，可是整个都被一种幸福的气氛所祝福着、笼罩着。也就是说，这可能也在说，你们有没有那么快交往，其实也不重要。只要你们两个在这个空间里时常遇到，这就是一件非常美妙浪漫的事情了。如果你要推到很后面看，也可以这样子想。似乎这一题没有要那么急着让你们变成交往关系或确定关系，而是觉得你们在这一个空间里随机的遇到，反而是这一条故事线的特色。我不能说是重点，可是反而是这条故事线的特色。就在这样子穿梭的浪漫之中，可能就不知不觉的对彼此的好感加重。可能是这样走吧，因为这一题非常零碎。你们两个人能量在这个空间里打散的非常零碎，所以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跑来跑去。那一个朋友，或是你们共同朋友，或是别人帮你们创造能见面的机会，那都只是其中一种让你们见面的一种因子啦，那不是主要的线，只是其中一种事情而已。好吧。没办法，这一题我觉得底下有一个非常奇怪的风能量在跑啦，在跑，它有点像让你们两个在狂风中龙卷风的两个人很难握到手，很难伸手握到彼此，他们都是这个状况。没关系，我再往下看这个。3皇后，到皇后的话还不错啦他这张牌在他的牌位来说，他是有礼物要拿，他是有收获可以领取的，在你们两个相处越来越后面会有，但是真的不是现在，而且这个礼物放得非常遥远。也就是说，讲白话一点，你们两个要正式交往，好像会在比较后面。这1号牌我对我来讲蛮猎奇的。就是他
这里他把你们两个应该要连接在一起的水能量、感情能量，在你们第一次遇见，或是你们两个在同时，他来到你的这个空间生活大圈子来到的时候，重叠的时候，你们两个本来在连接的一些水能量就被打碎、分散在各地，然后碎片在时间里的变成一种时间碎片、时间点的碎片，然后它有点像是去收集、去累积。有很多的巧遇，有很多的出去的遇见。我不太觉得这个是朋友认识久了，然后日久生情。因为我一直觉得你们两个没有朋友的讯息，你们两个很像从一开始就出现一种暧昧，跟还在确定，或是没有再确定会不会喜欢这个人，只是常常看到这个人，然后他就是会变成是一次一次累积之后，发现这个人越来越亮，彼此越来越亮，彼此越来越有趣，彼此越来越好玩。所以这整个时段要花到领到后面那个礼物，就是你们两个对彼此真的有感觉了，那一份礼物，整个流程既零碎又漫长，但是它就是有趣在，你会时常遇到一个人，但很慢才会产生出那一个在意。等到后来在意了对方，等到后来似乎有感觉到是可以试着交往之后，你们再回味这一段的时候，你们才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们已经遇到这么多次了，可却从来都没有那一个想要在一起的感觉，就是这一题的主题。所以回到今天选择1号海，今天新恋人、新恋情已经到达，是没错，的确是抵达，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的是，原来整个细节内容是这么零碎、这么复杂，时间还会拖一下。好。那我再对这张再翻一下翻这个好，翻这个好吗？我在想要给一些答案好了，我来翻4张来看一下。第一，你们为何要让你们两个相遇？两个相遇的有什么重要的第二。你们真的在一起你们在人生里是彼此的谁？来看这个。好 ，sorry 我就直接乱放好了好，看一下，这里先的他说你们两个是非常互补型的，他都已经是星星太阳是非常互补型的。也就是说，你们算是一种拍档，一种伙伴。其实你们是非常非常适合在一起的，可是他这边用星星太阳，就更像是一种日夜有点差异。但是你知道吗？它是用星星表示是还是有重叠的地方，并没有像月亮差异这么远啦。也就是说，他其实要在后面才会慢慢发现彼此相近的地方了，重叠的地方了，适合的地方了，但终究还是比较互补型的但只能说通常互补型的性格很难在一开始就一拍即合啦因为就是不一样啦，他必须要有一些事件弄巧成拙，峰回路转这种概念然后发现彼此的好才会开始啦，所以才会前面弄了那么久了。我在想，这概念也是没错了那你们两个是你生命中的什么样子的角色看一下，我刚才说你们两个是互补型的，然后他这边却说，其实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会有蛮多意见不合的，你们会用比较多的。有些人是看起来像在吵架，看起来在辩论在一起的时候，可是其实他们的感情非常好，你们的感觉就是这样。你们常常在争论一些事情，可是这就是你们的相处方式。你们并不会因为在争吵或什么对对方慢慢的扣分，反而会用这种方式相处来慢慢的理解对方，而且却越觉得这样也没什么，其实就是我们的相处方式这样。然后你们会有蛮多这种状况啦，常常意见不合，想法不同。然后会比较激烈的沟通，可是终究还是互补了对方，就是因为能互补对方，所以在很多尖端的话题里面才会在初期。你知道为什么你们会用这种方式吵架吗？而不是很快就理解？因为你们的火能量很强啦，这边的火能量很强啦。
然后很容易就感受就上来了啦。有的时候你不会被每个人激怒，可是你很容易被他激怒就对了。但是从这边讲起来，这就是你们的相处状况。所以在这边看起来，其实你们一直没有很快就认识，也是真的是情有可原啦。因为你们两个就是看起来本来就不像是很搭在一起的人，然后才会一次一次一次，我刚刚讲的一次一次这样子漫游在这一个很好的被束缚的空间里面之后，我刚刚是不是前面就说了，才会开始发现对方的好。但是不可避讳的是，你们两个其实是不同的人，也不可以否认的是，你们两个其实在相处上会有蛮多的争执，蛮多的碰撞，但这就是你们相处的方式。打不散啊，拍不掉，然后反而越来越理解对方，反而在这些更多的争执，什么，你们更觉得彼此是同一国的，彼此是同一国，反正这就是你们的相处方式啦，好吧？那这就是1号牌哈，我觉得非常凌乱的一张牌。它的讯息非常凌乱哈，它的凌乱在于它很像是这里有一个线索，这里有一个线索，这里有一个线索，这里有一个线索。我觉得我拼凑的很辛苦，但我大致上知道了那一个时间线。那来帮你做一个小小整理哈。首先呢，你们现在好不容易出现在同一个共用空间里，你可以先把它当成是一个城市然后你们的生活时间轴可能很接近，所以你们常常会遇到那这个生活时间轴也包括了你们的朋友圈，可能也有共同的朋友圈，然后大家的节奏都差不多，所以会约在什么时候见面，然后你也会出现，他会去，有一种这种状况。然后在这个区域里，你们偶然也会遇到，跟自己的朋友出去也会遇到，然后就是但每一次都没有真的很深入的熟，也没有那个情感的情愫出来，然后要在一次更多的时候，在这种破碎的时空里、时间点里，慢慢产生彼此的熟悉感之后，会在某一个时间点上发现彼此很相近，然后才发现彼此能互补。但你们终究是不一样世界的人，而且你们概念上各方面都很不一样但你们却找到能互补的点，你们能欣赏彼此的不同。所以你们后来才有可能试着交往在一起，但是在试着交往在一起，或是后来确定关系之后，都很容易有小别扭、小争吵、小纷争，因为这是你们的沟通方式，吵不散，然后还能够增加你们对彼此的认可度、信任度跟认同度。就等于是说，不管你们两个在这样子辩论在吵，但是终究会觉得我们两个是一国的，不会分开。那这个就是选择1号牌的跟这个人的相处模式。我必须说，他并不是说你的个性或什么都是常常喜欢辩论的，但是有的时候就是遇到这样子的能量跟你一起之后，你的某一面能辩论的那一面，能吵架的那一面，能据理力争的那一面就会跑出来，那这个人就会激发你这一面，但他也不是说完全坏，他也有好的一面，就是你会发现原来你也有这一面，那你可以用在对别的人或对坏的事情上面，或是对于需要争辩或是辩论或是争取自己利益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用得上了，它是有这一面会出现的啦。所以这有些事情不能只是把它看成是在这里是坏事或什么的，没有，刚刚就已经说这是你们的相处方式，表示它有好有坏。好，那这就是选择1号牌的朋友讲的比较长了，因为这一题确实是比较难了，希望有讲到让你了解一部分了好，就这样给你一些方向感，那就谢谢你来听祝福你。来，接下来是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今天的题目是先恋情已经抵达那我们一样我们先从5张牌来看一下整个能量的结构，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要不要往分支线的地方来找找分支线的地方来，好，来，第1张，好，这么精准，好，2号，3、4号，5，好，就先从这5张开始我看一下圣杯10圣杯10，
如果我们要以它这个有两个点两个点可以去琢磨啦。我们以比较大的范围来说，如果是以整个包在这一个能量场的气息，用圣杯十来诠释的话，它会在一个非常有节庆，有完满的，有任何角色都群聚的，都出现的一种状况里面，的氛围里，它这个其实是在讲说，你们两个现在应该算是，我觉得啦，在我这边的逻辑上，应该是空间上有重叠啦，所以也就是说，你们两个距离蛮近的啦，因为我这边第一个讯息所发现的这一个大大的泡泡的包围的这个整个讯息来说，不太像是有两个能量场的重叠，而是像是一个能量场把你们两个包住。也就是说，你们现在很难远离，用讲远离嘛，应该说你们两个已经进入了将要遇见的这一个能量场里面了啦，已经在这一个范围里面了啦。只是我刚刚说的线索，所谓的有很多人都要同时出现然后有很完满的气息也就是说，你们的相遇应该会在借用其他人的幸福的氛围内而遇见而出现，也就是说，他应该会是去参加谁的活动啊，庆祝类的或是庆功类的。反正是一种喜庆类的啦，节庆类的气息也可以啦，节庆类的气息也可以啦。我来看一下那当这一个气息出现的时候，它底下会有两种能量的翻转啦，一个比较远命运之轮的能量比较远，那个塔牌是它下面的能量那也就是说，你们会在这样子的场合遇见的时候，那你们两个各自独立的能量会在这个相遇的时候翻转。翻转什么？就是你们会展开新的支线去，那我觉得这个比较像是说，你们相遇的时候会发现说，其实你跟他并不太算是一个遥远的陌生人，应该很近。就是你们的聊天内容会蛮像是说，你也认识他你也认识他那我们怎么不认识？就是说你会发现你们的可能认识的人的这一个，你的生活圈啊、朋友圈啊、社群网啊这样子交错起来，发现其实你们两个一直在很近的范围里面错过。也就是说，你们有共同认识的人，你们有跟大家一起出去，可是是不同挂的不同群的人一起出去，譬如说一起去海边，可是明明你们的朋友都有互相就是认识啊有交流，是你跟他却没有交流，就是你们会回顾蛮多的讯息，好像是说以前就应该有机会认识到，怎么会没有呢？这样子所以从这个立基点上，会有一种回忆然后这一个默契，这一个回顾，会让你们觉得你们不太算是一个遥远的陌生人。我刚刚说了然后它会产生一些亲近感，然后还有神秘感、亲近感、神秘感，然后大概差不多是这个能量附近，然后因为它这个连锁能量还蛮多的啦，也有一种。其他的就不要太多讲了啦，反正我就讲一个重点，就是当你们在这样子的环境里参加一些什么活动、庆祝什么活动，反正不知道了，反正就是有人很开心的事情，然后两个遇到的时候，你们会有一种很特别的、新颖的，好像有什么故事重新开始了。它不是一个淡淡的认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探索它不是一个就是还在轻描淡写的聊天中这样子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刚认识的朋友这样子前面闲聊好什么有机会再联络啊什么好就这种没有这么淡，
它会比较重哦，它会比较重一点，就是它有一种熟悉感、契合感，还有一种眼神交流的很多哦，很快就互相勾住。我不一定说那个是吸引力啦，而是你们两个本来就有蛮多的重叠性、相同性，还有交集、共识、认同感，这些蛮多这种东西会在第一次的时候就跑出来，所以我才说你们第一次遇见的时候会有一种不是很陌生人的感觉，不是很陌生人的感觉，嗯，好，这是一开始因为我觉得这是底下那个塔牌能量的重新建构。那他为什么要做重新建构？因为他有很多过去的东西被你们没有用到的，然后这一次要重新再来，重新开始，然后把它转换成就是一个新的起步那这个能量它卡在，其实它有好几个塔牌能量在不同的角度在做就是影响了，影响然后可是附近也会有月亮牌啊，也有命运之轮的能量啊也有一些这样子隐隐约约的能量在附近啦，所以它并不会完全偏向于一种好像像塔牌的既定概念的那一种疯狂的毁灭的、很地狱式的、很崩坏式，其实不是这种概念啦它还是要看说你在面对塔牌能量的时候是用什么牌去做映射的啦。好，那它这里是圣杯10，那你的方向就是建立一个新生往幸福的轨迹去的。白话就是相遇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要展开新旅程的一种雀跃感，雀跃感，雀跃感，好，来，再来，这个的话，我们刚前面是，没关系，我们用这个好了，这个，好，算了，我用这个，从头到尾都用这个翻好，没关系，凭感觉，那用这个，好，我很喜欢这组牌我觉得这组牌非常神秘来，我再帮你翻补充牌金币8，还不错，还不错。好，的确我刚刚就是说你们会有一种新的旅程、新的冒险要展开了，没错确实是直接展开了。那这条路径很疯狂，但也有一种很强的升级感，然后雀跃感也很重，它是有一种飞起来的感觉啦。跟这个人相遇的时候，那你们的相处其实基本上以现在3张牌的能量来说，做什么事情都是加分的，因为你们在彼此面前还蛮能展现最原始的自我，那两人的价值观好像都似乎都倾向于去欣赏跟认为最原始的自我最有吸引力，你会觉得这个角度不是很理所当然吗？其实没有有很多人各方面每个人性格不同，有些人会认为有些东西要修饰，有些东西要美化，有些人认为事情要很直接，有些人觉得希望要婉转，其实不一定那今天这一题的话，我觉得选择2号牌的朋友会比较觉得真实自我更加的有吸引力。那你们两个人相处上会一直不断试出这一点啦。那从金币8的角度来说，蛮多收获的。也就是说，怎么相处怎么收获，越是展现真实的自我，收获越多。两个人的认同度跟共识度又越多，你们两个会越来越有一种我们是一国的，我们是一个 team 的感觉做出发所以我认为彼此的认同感是偏高的啦但是这一题
他这一个感觉很有可能会偏向于你跟他的友好，会很像跟你的兄弟姐妹的那个友好那么近哦，会有这种感觉哈。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会很像你小时候跟你兄弟姐妹很要好的那个感觉哦。我不能说这感觉没有恋爱的感觉啦，但是因为他的水能量所走向偏向的那个方法，我觉得他会更家庭式的。跟兄弟姐妹似的，也没有不好，也没有不好，表示你们的相处有很多的浪漫是在打闹中成长的哈。那个我觉得蛮好的，因为至少最底层基底的那一种性格哦，我觉得很好啊，很自然，很自然哦。来，再来哈，差点忘了先翻这个，就翻自主。好，骑士权杖哈，骑士宝剑哈，你们的相处蛮多，蛮爱聊天的啦。我觉得你们相处蛮爱聊天的，所以我才说你们很像家庭式兄弟姐妹这样，因为两个有一种无话不谈的，会有无话不谈的感觉。好像终于有一个人很适合听自己说话。其实两个人这都一样，这一题，我其实不太觉得这是一种互补性的牌组。我觉得没有觉得它是一个完全互补性的牌组，我觉得它蛮多的，复数性，复数重叠性 ，twins 双胞胎型，同一个细胞分裂出来，有很多这种，我觉得你们这一组有很多这一个感觉哈，很近，很重叠，很重复，所以你们两个在互相聊天的时候，会很像一直在重复自己心底的语言，好像你自己心里的语言有一个真实的角色在对面把它讲出来，所以你们会常常聊天聊很久了，你们蛮像聊聊，所以我才说你们这个关系很容易很像兄弟姐妹之间的情感这么近。如果要我提示的话，我觉得情人的浪漫程度要，他其实都在夹缝中生存。这一组比较不是情人浪漫的那种这么外显的啦，这么外显的哈。好，其实也不错啦哈，这个感觉比较长久一点哈，因为很多细节都很，两个相处起来的很多细节都很精致哈。好，翻哈。到2哈，好，的确，你看这里，这里把这个概念讲的又再一次了，你们蛮像，你们就是一个很打闹的关系啦，哈，很像兄弟姐妹这样，很好，很像，很容易闹起来的很要好的那一种朋友哦。那其实他这里有一点在讲说，你们两个的情愫其实就有点定在这里了，定在这里了。这也算是你们两个人的爱情的浪漫的培养的方式跟风格了。我觉得他把它定在这个风格，然后到第二人牌在这边出现的时候，他反而确实是有一点告诉你说，就这样了，你们的关系就这样了。一开始吧，通常我都会把它归类在一开始了，我会把它讲那么远，因为我想给你们一点希望了哈。那也基于说我通常捕捉到的讯号，像这样子哈，这么明确的相处状况，也都是比较前期的开始的哈。如果我们要往后面比较多，要往别的牌翻啦。那这种就是我们频道的风格，就是尽量捕捉到相遇、认识的前中后左右而已，就时间上的左右而已。所以这个你看算初期哈，我们算初期。那愚人牌在这，不是愚人牌哈，到第二牌讲说，初期这个关系最黏腻、最饱和的亲近状态就是这样，打打闹闹、说说笑笑的，好，但是很黏啦，很黏在一起。好，那
战车哈，我看一下这个方向，如果是战车牌来做这一个位置哈，它这个位置比较像是说，对于远方行走到那里的向往，美的向往，在你们两个之间的能量是什么？它有的时候像是综合着权杖2，然后有一些权杖3的动机，然后再加上一些宝剑6的安稳的讯息，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在往前走就是概念上那我想一下，它本质上让我看一下哈。但它本质上会更偏向水能量，因为它本身就是水能量，它会更偏向水能量然后它会牵引着比较多的，还是一样，因为它后面还是圣杯2啊、圣杯3的能量前面就这里也是，所以你们这边比较说，你们后面即使刚开始交往或相处，还是会有蛮长一段时间都是这个模式相处，就打打闹闹、说说笑笑，这是你们的水能量浪漫的转换啦。好像就是这样定下来的。我个人认为，他这个状况，与其说是情人，他其实会更像是你的soul mate跟最要好的朋友。会有这个状况，但是你们两个对彼此的概念是超越了暧昧的啦，超越了暧昧的，算是生命力比较强的一组，算是生命力比较强，因为他这组真的确实比较像是找到跟你重叠性很高的人，相似性很高的人，所以会发生什么事？会发生很多一样的能量，都是用2倍方式形成表现，然后连彼此个性上的特色还会被另外一个人支持、附和、加强、美化这样子，所以算是在你们自己的生命力范围里来说，算是比较澎湃的一组。那澎湃的组就不无聊啦。在我最简单的就是说，这组在一起就是不无聊啦，不会不安静啦，很有趣，活动力很强啦点子很多，看，到6了好 ，OK 就是好，它这个补充的话，比如说它就，骑士金币说，这就是你们的路了，没办法，这就是你们定下来的，跟倒吊人牌讲的事情一样那已经2个讯息都是这样肯定，那就表示这就是你们的模式了这个就不需要再重讲了，它就是定下来了你们模式就是这样。然后渐渐的这个熟悉感这个也讲过了，他的意思是说，你们会越来越有一种老朋友的感觉，会有一种很普遍的，就是说你们怎么没有点不早一点认识？因为你彼此有这种熟悉感很强啊。这边也有讲，刚前面就讲了，所以到这边已经3次了我都觉得你们确实是会很像兄弟姐妹很近的那种情感，可是再多了一份浪漫，然后认定上是这样，只能说翻下来3张牌从不同的细节定义了一样的事情啦，所以你期待的这个人，那大概就这样了，他就是会跟你很玩在一起的人啦。那我看一下持久性，如果它是骑士金币已经出现了然后又有金币8出现，那没什么大问题蛮耐的，这份关系蛮耐的，因为共识度高，然后价值观雷同稳定性高生活节奏也很雷同不会很难配合什么。那心底的声音方面，我觉得都会说出来，
心底的声音方面都会说出来，所以不太会藏太多内在的东西，因为藏不住，两个人都不太藏得住哈，都尤其是遇到像这样子同质性高的，很难藏住啦，太容易被引发出来了。想说的话哈，好，再来，金币一哈，如果金币在这边，我觉得它的影响力不大哦，因为我觉得金币骑士讲的更多。虽然金币骑士在这边占的分量比较小，但是金币一的能量，我就觉得它比较更像是说，你们相处要到某一个程度了，好，某一个时间长度，才会渐渐的比较怎么说，比较找到你们更独特的方式。其实你们两个相处就已经蛮独特了。那他还有机会再找到更独特的方式，然后再从头来。所谓的这个比较像是说，你们会到某一个共识度到了一个满点的时候，两个人说，不然我们住一起，然后我们把家里怎么规划，然后一切就从头来。哦，那如果没有那么近的话，可能会说，我们要去挑战什么看看哦，就是有点在提出一些超乎你们的本身逻辑的别种挑战。可是这些挑战、这些方向也都还是趋于稳定，不会太难哦。因为你们两个的相处，虽然你看到一开始我就说他是比较家庭式兄弟姐妹的，所以他是一个在安定、安全的氛围里面发展一个热闹的关系。那再加上某些方向感的牌是用土能量在支持的，在奠定的。所以，即使你们两个打打闹闹、热热闹闹的走下去，可是默契上都希望一切是在比较没有起伏、生活比较没有压力、太大压力的状态下，去慢慢发展你们两个的关系，跟维持你们的关系。那只是到了某一个阶段，到了某一个饱和点，好，你们会想出别的路线，会想要做出一个比较有改变的事，而不是什么大改变，就是要有改变的事。但这边说，我觉得有点太早，它还算是比较快到中期的时候才会有的向往了，有的状况，当内心的向往很久哦，然后只是要花一点时间浮出来哦。白话一点讲，就是你们两个做这种打打闹闹的好朋友模式的情人久了。会觉得好像什么我都玩过了，什么都闹过了，想要再一些新的点子出来，啊，一些新的点子出来，就是可能去比较冷门的国家，好，或是我不知道，我这边其实没有感觉到你们会想住在一起了，但是有要住得很近的了，哈。我只是打个比喻啦，就是两个人可能想说，那不能一起生活试看看，哦，我觉得大概会有这个状况。但我必须老实说，这一个要住在一起的讯号没有那么强，我只是照牌面推论，也许会有这个状况出现，但牌面上并没有说是到这个程度哈。我只是打个比方哈，它会有一些更近、很靠近的关系挑战。出国就是一种哦，那反正你们会去想出一个新的，就只有你们两个理解的新的生活的项目啦。哦，打个比方，譬如说学攀岩哦，本来完全不会，然后会一起哦，或是学潜水哦，然后不会一起这样子。我是说有点挑战，可是还是趋于稳定的哈。我讲的都是运动的哈。反正还有很多类似，也有一些别的课程啊，可能会想去学杯子蛋糕的课程啊这些的，然后也有可能会有另外一种，就是两个人想要去找找看，两个人可以创造出有没有什么被动收入是你们两个可以共同经营的，可是不会影响到工作的这样子的，一起趋于金币能量的稳定状态的挑战呢。哦，它不是一个疯狂的，不是一个去冒险的。或是冲动型不是啦，它是有规划型的一个新的路径，你们会想把它发展出来哦。好，这个就到这了，然后翻这个。哦，圣杯八，圣杯八还 OK。圣杯八能量有的时候它更像是一种摆脱
更像是一种寻觅新契机，更像是一种更新哦，更像是一种升级前的内在能量调和哦，或者是这样。那这两组牌本来就比较搭在一起了哈，也是一个比较外在的内在，所以它更比较呼应了我刚刚说的，到了某一个稳定点的时候，会有一种新的转换哦。只是圣杯八讲的是更是另外一种，就是它有一种需要斩钉截铁的，类似抛弃以前的观念，要找到新的观念，要往下去的概念哈。但因为金币能量在这边影响，所以我还是一样，它不是一个大冒险型的，它不是一个冲动型的，但它是一个至少是一个小规划型的改变，小规划型的改变。那就讲，反正你们的关系会到某一个，好了，我讲白，就你们两个会热热闹闹、吵吵闹闹到某一个无聊点，然后会想要找出新的乐趣，啊，想要有点自娱于人啦，也有一点点会自己去找好玩的事情啦，哈，会到这个地方。那只是这一个方式的内在定义，会把它定义在还是不要太复杂啊，就尽我们所能做到的就好了。但是跟现在的不太一样就可以了，会讲哦，这边讲。那因为这个能量哈，这样能量它是比较需要一点时间酝酿出来的概念哦，这样所以才说你们的相处需要走到某一个程度，后面才会出现了。然后来。有的时候在这种位置做一种牵引内在能量的时候，它能量很强的时候，我就会说你们的相处跟方向是被这一个最底下你无意识的能量所驱使去的。可是今天这个不是，这个比较像是说，到了某一个点，你们就会开始有这一个想法跟概念，它会引诱你们内在心底有一个深埋已久的小小的向往哦，但是不轻不重的向往，但是到了某个饱和点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用了哈，所以才会想说要去找一些新的事情做啊哈。还有这个我用2张翻就好。9，好，这边确实说，这边给我感觉是还没那么重要，还很远。还现在想这个对你们来讲有点太沉重哦，没听到没想到都没关系所以着重的还是在你们初期相处的那个打闹上。然后我在这边得到一个讯息是，那个初期的打闹跟相处的热络度会消磨掉你们蛮多点子的。不是消磨你们两个彼此对彼此的兴趣或爱，不是，是消磨掉蛮多你们人生蛮多特别的点子的。比如说我要去这里，我要去这里，我要买这个买这个，我要去学什么学什么这样子。这些点子会在你们前面打打闹闹之后，因为彼此负荷度很强，然后会用掉很多，也就证明了后面这里的时候会有一个大关键点。疲劳完了，当然要开始想一个新的了。那这里在讲说，现在不要想啊，因为要等到这些东西消磨完之后，这边的能量跟这边的 idea 才会出现。那现在想就多余了，因为现在你们所需要的还很多，还要完成的有很多，向往的东西还很多，先去把它完成吧。哦，大致上是这样。好，2号牌我觉得没什么大问题啦哦。那你就尽量去，这个非常常讲，无论你是不是收到这组牌，都非常常讲，你要非常常出去跟你的朋友邀约，受邀。跟自己想去都要，那这组也是哦。尤其任何有人在庆祝快乐的，就赶快去，因为那时候心情都蛮好的，水能量、火能量都爆破的蛮多的哦。然后这个人就是会在这些充满祝福的活动场合里面会跟你遇见，那你们会有一个蛮好的熟悉感哦，然后很容易就很有共识，很有默契。
那持续性也不错，然后也看得到未来的路径哈。那你们会用这种比较友好、打闹兄弟姐妹的方式相处一阵子之后，情愫会累积到一个满点。那时候会有一种稳定性是你们想要的，然后稳定下来之后，你们会有一个新的突破点，会想要再做出更新的事情。那这一件事情能够增加你们两个相处的亲密度啦，是加分的作用。那2号牌没有，几乎我没看到什么缺陷，它就是一个蛮快乐的经历啦，蛮快乐的经历哈。那如果我硬要挑缺点的话，我只觉得太像朋友了，不太像情人，就这样。但也没有啊，也没不好啦，至少2个人还是黏腻在一起的，好，就这样哦。这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希望给你一些方向感，那谢谢你们来听哦，祝福你们。来，我们接下来看选择3号牌的朋友，今天的题目是新恋情已经抵达，新恋情已经抵达。好，我们来看一下整个能量的走向如何。好，来，我们先抽5张牌来看整个能量的驱动然后我们再慢慢的看要不要分支，讲一些分支的状况来第1张，再来，好，权杖7，我真意外今天新恋人好了，如果从这通常我在这个看到这个时候，我都会觉得，你处在一个有好几个人喜欢你的状况或是有人保护你，要喜欢你不容易就是你身边有人在帮你筛选能跟你谈恋爱的人，就是你周边有蛮多人保护你的，所以有人来喜欢你或追求你，或是有你喜欢的、你想在一起的，旁边都有蛮多人会保护的，有这个状况。那这个牌蛮像是以这个人的角度来看你，他蛮觉得你身边第一有别人有其他人喜欢你，他可能知道，然后你不知道。第二，靠近你好像不容易，认识你好像不容易，然后，我目前觉得你认识他，你看过他，但是不熟，距离还蛮远的或是还没讲到话，但是大家有一起出去玩然后有在附近他如果想要认识你，他可以找得到间接的朋友去认识你，但是还没有做出这个举动我觉得他在很靠近你的地方，但是还只是看着，好，信号这个我来看一下他有没有分支的因为这里前面讲很快7，他如果啦，因为他这张牌它虽然底下是塔牌，但是它这个塔牌带来的讯号是重建、重来、去突破、打碎再来。他这个打碎什么？打碎他自己对于靠近你的一些害怕跟枷锁了。那只要开始接触你之后，他如果开始接触的时候，他心里会有比较多的自信，比较多的熟悉感，因为他附近有一些太阳牌、有一些命运之轮在支持。讲的是什么？你要乐观进取一点，整个能量的运势跟突破点就会帮助你，然后会呈现给你，会让你有收获。这是应该要给他的一些能量，所以要让他知道说，他必须要更靠近你，更加互动更多，然后他就会知道怎么慢慢的接近你，然后是怎么跟你相处，发现你的好，也会让你发现他的好了目前是有一点点这个角度上的提示啦，但是我们就丢到空中，看让他们被吸收到，再醒来我能量蛮强的啦，我能量很强啦，我不认为他什么事都不做，
他可能有试着靠近过了哈，但不一定有成功，或是找不到机会。反正他已经蛮靠近你的哈，但是我目前比较偏向于你们还没有真的互动到啦，都是他在看着你，你没看着他，然后你们中间有共同的认识的人，有共同认识的人哈。不远，因为我觉得他真的离你很近哈，他中间只跟你隔了1、2、3个人的距离而已。好，没关系，我们再往下看补充的哈。那这样子的话，我都用这个好了，我今天都用原本。算了，那这个。也有小牌哈。有些犹豫，没关系，算了。好，这么黏，那就放一起好了。战车哈，战车力量哈，一样啊，跟我讲的一样啊。他一定觉得前面蛮难前行的啦哈，因为他内在有一些想法是没有突破哦，就是我刚刚说的，可能把事情想得太困难了，其实没有那么难，在他心里中他觉得有点太难了。那他需要一点力量啦，我觉得那个力量应该要来自于外界推动，所以他可以先试着跟他朋友讲，他朋友就会有一些鼓励或是推进他的力量。那目前看起来这个力量还没拾取到，还没拿到，还在外围。但接下来有可能会发生，但不是近期，所以他踌躇在你附近的时间，目前还在拖延着啊。也就是说，他浮现在你面前，让你知道有个人喜欢你的时间不是最近，不太像最近哈，不太像最近，但 OK 了，他算慎重了，在这方面我觉得他算挺慎重的哈。来，圣杯一，他水能量太少了，从这里哈，我有直接感觉，觉得他在某种理智的判断里面哈，判断出你们的适合度哦。当然，他也有一开始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就有被吸引住，但是他很快就恢复到比较想一下的状态，就是你知道他的概念比较像是说，他看到你的时候，他脑袋出现概念就是说，如果我跟这个人在一起如何，好像不错，他是这样子的概念去想你们的。哦，有些人是看到喜欢，他就想要去认识，就想要去接近，他这个概念比较像是这个，所以他会在你附近观察你一阵子，因为他的水能量太小了，也就是说，那一个把他拉近。靠近你，一定要跟你讲话的这个冲动跟这个浪漫氛围没有出来，有能量但不够多，变得温温的，他的行动性格上就变得温温的。哦，好，我想一下，有些话的哇，等等，还是一样，到第2张牌的时候，还是觉得他在很靠近你的位置，在慢慢看你了。有一些改变，应该要有一点往前的动力，可是好像也没有。那他也开始有点开心了，他已经蛮接近你之后，他已经感觉到某种幸福感了，然后这些幸福感有一点点在拖着他，因为他好像没有觉得不满足。他好像觉得一点一点靠近你就已经非常有趣了，而且也感受到那种幸福感，所以他常常会在大家一起出去的时候，躲在比较不讲话的角落，可是他是专心的在观察你，关心的在喜欢你这样。那目前可能有很靠近的状况，但是他都有回避掉跟你有直接的对话或什么这样，他让其他人挡在你们的中间。Why？ 我等一下应该也会翻到一些突破点，或是他接下来会做的事情啦。
啊，没有，女祭司牌出来了啊。你们中间隔着的还真不只是一个距离呢，而是有一个隐形的墙被隔开了哈。那还好，愚人牌做处敌哈，哇，下面的牌都比上面的牌大。别担心哦，别担心，它会有某一个时间点，会突然有一种跳跃式的冲动，想要往前去做一些事情，改变现状。我觉得这个角度哈，因为从愚人牌看到，我觉得我看到他的眼神里面所看到的你有一些别的表现，重新让他对于自己该不该靠近你的这一个想法有了一些冲击、跟改变、跟影响。我想应该就是你的多面相影响了他了哈，因为他毕竟观察你的，我觉得看你的，我觉得没有那么全面。所以他渐渐接近你之后，他会被你更多的真实性所吸引。所以那一刻不远，我觉得他不远，或是他现在已经，我觉得还没到，他有点不远，然后到了之后，他就会主动起来了，那女祭司牌那个时候的阻挡跟暂停，它就会转换成一种平衡。他内在的精神力会被你的某些东西触动的时候，我觉得是你们两个人能量的一种跷跷板的平衡点到了啦，所以他就能够行进到你这边来了。为什么说这个平衡点到了？因为你一定有某些表现触发了他某种乐观的内在。乐观的内在一出现之后，就会觉得先做看看，先去看看，反正不会发生什么大事，而且不担心，主要还是一种不担心哈。那就等一下吧，等一下他就会比较靠近了哈。好，来看一下，好。照这个顺序来说的话，应该确实啦哈。我先说，他这张牌并没有说你们一定是他有所主动或靠近之后，他后面关系就有比较好。他是直接跟你说后面就有比较好的东西，相处也不错，还有一些礼物可以。我觉得他这边也有提示说，这个人的性格上跟你是比较符合你的期待的哦，因为他这个牌有一种控制力啦，比如说你的挑选。你的条件好，那他又是一个丰盛的收获，那就表示说这个人有一些未挖掘的东西是你会喜欢的，然后，就是你可以期待或接受了，只可惜啦，就是他的主动性要再强一点了哈。其实他如果有点看清楚你跟他其实性格上是吻合的、契合的。他如果有发现早点发现，我觉得都 OK。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从前面翻下来哈，我不认为他是走偏理智型的人的个性。到现在这些牌看起来都不像，他比较偏活水能量的人。我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看到你喜欢你之后，他会选择比较理智的方向去做。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太喜欢了吧，怕做错事什么。可是我觉得这一局大可不必他其实水火能量都很充足，而且他这个人蛮柔软的，但他可能在某些其他的性格上，他选择占据第二、第三位了，可能那就要到星座的部分了。那这边我只能看到比较多的是他的作为跟他的选择。可是他的水火能量一多我就会觉得，第一，他其实内在还蛮澎湃的，他其实内在还蛮想直接接近你，跟你说些什么的。但而且从这几张牌来说，命运之轮啊、圣杯九说，其实他的各方面能量都是你会接受的。我把保守一点说，你会接受。我不会说你会喜欢，但是其实我有点趋向于要告诉你说你会喜欢的，很奇妙哈。我差不多开始得到这个讯息，然后我现在得到的一个我得到比较欢喜的情绪了。
就是我从你的角度去看这个人的接近，或是告白，或是表达他喜欢你的瞬间的时候，我有感受到你的欣喜，所以我可以映射出这个人应该各方面什么你都蛮喜欢在第一印象里。所以只是说这组牌它卡在了一个，它内在有一个拿不定、抓不准的疑惑，一直在他心里盘旋，只是不知道为何要用这些东西阻碍他啦。其实他真的不需要多考虑这一件事情哈，只是这一个斟酌点到底是过往的事情呢，还是只是单纯的害怕这个，我就抓不到。那只是女祭司牌哈，确实在这里有出现啦，女祭司牌有出现，那就虽然它这个能量是被分摊掉的，没有那么强，但是你们很难忽略。好，他女祭司牌对他内心的某一种按暂停的影响。所谓的按暂停，就是他觉得先不要冲动的影响。我们再慢慢挖，我看看有没有办法挖到他为什么不往前了哦。因为其实不挖也可以，只要让你知道说他还在等待好的时机，OK。只是我们挖的时候会让你，我只是希望我们用一种比较恻隐之心的方式去体谅一下每一个人的性格上，在做出决定之前。他在犹豫什么？有时候他不是只是懦弱而犹豫哦，很多人会误会就这样而已。有些人考虑的会更周到哦，记得有些人考虑的是会更周到，只是时间感、节奏性跟你的比较不一样而已。好，来，我们再往下看。好，看一下哈，我会说他啊，其实希望他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蛮周全的人，哦，蛮周全的人。因为这个牌在这里，我觉得他算是稳扎稳打型的，他应该要冲刺着去追求他想要的。可是他在冲刺的每一个过程里、节奏里，他都会想得比较清楚哈。他不是只是盲冲，他是很清楚为什么要冲。那这个牌现在放在这个位置，它是在更远的，所以等于说他知道，当他表达他的喜欢之后，这对一个人来说就是一段比较长的路要走了。因为他想的，我觉得他想的周到，比较像是说，不能只是单纯的告白而已啦。因为他会发现他的告白对你跟他都有某种心灵上的影响啦，所以他希望能做得更周全的意思就是说，他要看准、看好比较好的时间点，然后再好好的让你知道他喜欢你。好，这个很重要，他就是要能够好好的表达，好好的表达，这蛮符合一种礼貌跟一种尊重的，所以这个部分我还蛮喜欢的啦哈。他不会只是想要去靠近你，然后告诉你他喜欢你，然后就把答案或责任放在你身上了，把压力放在你身上。他似乎会找到一个更好的时间点，让你知道他喜欢你，然后会让你觉得你做任何决定他都欣然接受，而且都可以，不会破坏关系。好，那我在想这一股等待，他应该有嗅到他跟你之间的能量的默契有哦，因为我刚说他有在站第二线、第三线在慢慢观察，我相信他有发现，所以他发现了之后，他觉得应该是趋于完美跟完善的表达很近了，那不如就慢慢的等待，或是等待最好的时机这样哈。那因为这边真的还蛮多时机牌跟往前的开创新局的牌，而且这个状况其实是受祝福的，没有什么太多问题，而且还有强调他个人的精神力跟魅力、外在魅力都很强哦，都很强，是舒服的，让人舒服的人哦，都其实有这些了哈。好，那就目前状况就等一下啦，等看看他要怎么表达，或是我觉得他应该会是从最浅的方式表达，他会让你知道他喜欢你，然后一步一步的给这样子哈，你会知道有个人对你有特别的感觉这样，然后无压的，他会尽量让你感受到无压的。然后两种权杖哈，确实哈，它是
他把他内在的某种很强烈对你喜欢的那一种热情啊，那一种奔放的感觉，希望好好的给你啦，好好的让你感受到被人喜欢，没有要随意的，他呵护感蛮强的，呵护你，或是给你，让你感觉到他喜欢你，然后让你感受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希望能够追求到比较像是一种温暖的、有呵护的感觉，而不是有压力的。你知道，有所谓的有压力，是有时候突如其来的告白，其实让人蛮有压力的啦。他好像不会，所以我觉得他有一种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慢慢往你这边靠近之后，让你知道，首先他可能应该会先让你不讨厌这个人，然后相处了还舒服，然后还保持着蛮好的距离，然后很舒服的关系，反正就是很舒服的关系那才会有比较，因为他在他的想法里，他认为告白或让你知道他喜欢你，他是设在比较尖锐的，比较设在比较敏感的感受等级上面，所以应该要好好的准备，好好的表达，这样，很特别啦。之前也有类似的啦，有时候会看到有人对于这一件事情非常重视好8声，那在他的最内心的心里，他觉得这件事没问题，说哪个地方没问题，被拒绝了也没问题，因为他看重的是人跟人的情啦，关系上会有某种情感情的情，所以被拒绝也是一种非常平常的事情，很平常的事情，每个人都可以很好的表达他所想要的，他所想要的。那他心里就觉得，就算你会拒绝，你没有要跟他在一起，他也觉得这是另外一条你们两个人关系的路，不会走死这样子。而且他心里也觉得，现在没有，以后也可能会有机会。如果关系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程度之后，也无妨后面再提一次，或是自然而然的变得更好，也都 OK。他心里已经放好这个状态了。那这张牌更多的就是不要打扰啦。这个不是很多别的，这里我觉得在这里就是确定就是不要打扰，或是他能接受被拒绝。他能接受被拒绝，这些都 OK 我觉得这一组牌3号牌算是抓到一个蛮稳重的人，蛮认真的人，蛮确定自己想要什么的人然后可以看到，即使未来有在一起的可能性的话，会非常有安全感，就是了他能顾好自己跟你的心情，能顾好跟你的，因为这一组牌蛮多大牌在诠释这一个人眼光里看你是用什么心态跟态度去看你的，心态去看你的。那他的性格内在还蛮稳的，所谓的稳，就是说你的任何反应不会激起他什么特别高涨的情绪波动，这样，所以他能表现得很像很理智，可是牌面上并没有说他是个理智的人哦。你知道这个有趣点就在这边，他其实火水能量蛮多的所以他是个情感很丰富的人做很有生命力的人，可是他似乎已经知道怎么控制分类这种性格，所以他的很稳，不代表说他本质上就这么稳，而是他已经可能成熟，或是把自己训练到自制力很强，让自己知道说稳下来就对了。很多事情就是稳下来，慢慢走，好好的做，好好的表现就可以了。要在这比较平静稳定的状态，平静稳定的状态好。所以还可以等看看啦，这个人的时间可能要花比较长一点啦。他的节奏被他拉得满满的，但是他有方向感，他知道大概会到什么情况
才会表达给你这样子，然后会有在他的安排里，他觉得按部就班的走，慢慢的靠近你。所以你在这边可以发现一件事情，你可能，这个人应该已经就是跟你认识了哈，后慢认识不认识无所谓，他就会慢慢的跟你认识，慢慢的跟你变熟啦，会有这个状况啦，会有这个状况啦。那我是有点忘记他应该是你已经认识还是你圈子，反正我不知道，反正我觉得他站在第二线、第三线的距离，然后会慢慢的接近你啦，哦，不会那么快哦，所以你会慢慢的感觉上好像有人跟你慢慢的变熟。那有没有慢慢的变好？我不知道，还能慢慢的变熟。其余每个人选择3号牌的朋友，每个人的性格不同，或是敏锐度、观察度不同。那这一题就不是说希望你们好好的表现自己，好，这一题比较像是说，不是说好好的善待别人。那这一题比较像是说，你就好好的表达真实的自己就可以了，很重要哈，因为这会影响其他旁边的人怎么对你啦，尤其他哈，他会知道什么节奏抓得准哈，什么时候跟你慢慢靠近会比较好，这样，所以尽量展示自己好的那一面，真诚的那一面，我想在这一题就蛮有用的哈。那只是时间的推进，我觉得还要一下。虽然命运之轮有出现，似乎有加速了一下，但是我觉得反而不是时间感上的加速，我觉得比较像是说，这一个人他内在的那个火能量又被煽风点火，就火能量在烧起来，烧起来了什么？烧起来对于喜欢你或观察你、想要靠近你的一些冲动跟欲望啦。好，那他其中也找到了跟你相处的舒服感、舒适感，哦，让他觉得还蛮有生命力的。反正，当他越来越靠近你的时候，他会越来越确定，该怎么让你知道他喜欢你。因为我不想说告白，然后我觉得这个就下不了，因为我觉得他会慢慢的让你知道该怎么让你知道他喜欢你，这样，他会慢慢的确定，好，那。好，这里没有什么太多变数，比如说他会就不去了，没有，这边讯息比较少，反正就是只是节奏比较慢而已哈。好，那这就是选择3号牌的朋友哈，这组讲比较快哈，因为它比较单调啦，它比较单纯啦，哦，需要花一点时间，你才会知道到底走在这一条路上靠近你的人是谁哈。好，就这样哦哈，那希望给你一些方向感哦，谢谢你们来听哦，祝福你们。